嗨，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DB。今天我们来聊一聊 Docker 版 Jellyfin 的升级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在2024年的7月5日，我发过一期关于在群晖7.2系统上安装 Docker 版 Jellyfin 的相关视频。当时我们安装的版本是 10.8.13，然后现在为止已经14个月了，确实已经有了升级的必要。然后我去查了一下那个最新的版本，最新的版本是10.10.7，这个版本是2025年9月12日当前最新的一个版本。然后这期视频我演示的所有的内容都是在我测试的那台 N5105 的那台群晖7.2系统上演示的。然后因为我那个之前已经装过一遍，所以我就不把我那个自己正在用的那台群晖重置来做这个演示了。这边做一下一个简单的说明。然后这边着重感谢一下 NY 大佬的这个镜像特别的好用。好的，我们现在进入准备阶段。首先你需要打开 dprt.lab00.com， 然后在这边搜索 Jellyfin， 就可以看到这个 10.10.7 Jellyfin 的这个视频。打开后面的链接就回到了这个文本里，和其他视频一样，所有你需要的内容都在这个文本里可以找到。首先我们先来到第二部分，第二部分就是需要下载 Docker 版的那个 10.10.7 Jellyfin 的镜像。我这边以跨个网盘举例，打开链接以后就可以看到里面一共有2个镜像文件，这个小一点的500兆的是压缩包，上面这个 1.2G 的是未压缩就下载就能用的，然后这个需要改名，这边假设大家已经下载好了，这个就是和这个对应的，简单的说就是把括号里的删除掉，然后按照括号里的方法把点 .zip 改成点 .tir， 这个上面也是一样的。为什么要改名呢？是因为跨个网盘会删除 Docker 镜像，然后我们尝试用这种方法来做一下测试。好的，这边假设已经有了这么一个镜像，那么我们现在来导入镜像。好的，进入你的群晖，然后打开文件管理器，我是放在 Docker image 下面，然后把这个镜像拖进来就可以了，就是这个点 .tr 的这个拖进来。好的，上传完成以后，我们打开 Docker， 然后点镜像，然后这边选 Action Import 导入，然后选从文件，从这个 DSM 就这台群晖导入，找到你刚刚上传的镜像，你可以上传在任何地方，只要你能找到就行。然后我们找到这个镜像，就是 2025-0730-IMD64 这个版本，我们选中，让它进行导入。好的，这边导入成功了，我们这边来刷新一下，只要能看到这个 250730-IMD 这个版本 1.16G 就算 OK 了。接下来我们需要做一些文件夹级的相关的操作。首先还是打开文件管理器，如果你跟我的视频安装过上一个版本的 Jellyfin， 那你在这儿应该是有一个 Jellyfin NY， 里面会有一个 Catch 和 Config， 它里面是有文件的。简单的说，这就是你的当前用的 Jellyfin Docker 容器运行的一些环境文件，把这个复制一下，然后回到这个外面，我们再新建一个文件夹，为这个新的 Jellyfin 容器来使用。我加了个版本号，这样进来。如果你没有之前的那个版本，你就在这边直接新建Catch 和 Config 2个文件夹就可以了。我这边有，我想把那个之前运行的环境同步过来，所以我直接把它复制过来。这边讲清楚了，如果你在运行的过程中出现了问题，那么回来尝试把这2个文件夹里的内容清空掉，按照一个全新的那个Docker 容器来跑一次，大部分的问题都能得到解决。但是我是偷了个懒，直接把老的 Jellyfin 的运行文件复制到这边，然后让新的 Jellyfin 容器去读老的运行文件，实现一个无缝的升级。这个地方说明白了。然后这边我们需要复制一下这2个文件夹的路径，右击选择属性，然后这边有一个 VOL， 把这个全部复制下来，然后打开一个文本工具，把它记录在这儿，一会儿我们有用。然后同理，把下面这个 config 的地址也给它复制下来。好的，这样 Jellyfin 运行所需的2个文件夹的路径我们就已经有了。下面我们要做什么呢？在你的 Docker 上一定有存放电影、存放视频的地方，对不对？像我就是存放在这个 Movie 这儿，所以我右击选属性，
把这个 movie 的地址也给它复制到这边来，我们也会有用。如果你有什么电视啊，什么各种各样的文件夹，你就把需要复制的你就都复制过来，就是目的是一会儿配置给那个 Jellyfin， 让 Jellyfin 能读到这些文件夹。好的，这些文件夹的路径准备好以后，我们回到我们在前面打开的这个文档。OK， 文档打开了，这边首先解释一下，这个视频不会有太多的 Jellyfin 安装和配置的相关内容，因为在之前的一个视频里已经讲得很清楚了，并且那个方法到目前为止到这个版本还是可用的，所以如果有需要可以看在这里发的这期 Jellyfin 安装相关视频的内容。好的，回到文档以后，我们直接来看第三部分。第三部分有两个命令，我们在现在需要看，分别是 1.1 和 1.2。1.1 是直接可以运行的完整的命令的样本， 1.2 是加了注释的，这个注释是不能直接运行的，所以我把它分开写。我们先来看 1.2。前面这个里面你需要知道的就是这个杠 name 这里，我是用了这个名字，你可以改成任意一个名字，只要和你现在的 Docker 容器不冲突就好。这一行是 HTTP 的端口和 HTTPS 端口，分别是这个和这个，如果有需要你就改。然后这一行这两个端口7359是内网自动发现设备的，然后1900是 DLNI 的一个支持。如果你不知道是什么，建议你保持；如果你知道是什么，想怎么改都可以。然后这两个是 Jellyfin 的支持文件，就是一个 config 一个 catch， 就是我们在这里复制的两个地址，把它们放的位置是放到冒号的左边去做替换，这个你跟着改就行了。然后这边三个是我举的例子，其实就是你要挂载给 Jellyfin 的资源的地址，一样是在左边，右边是你映射的地址。建议你就是如果是像我这样就直接映射到根目录，就是杠 movie 杠 video 这样，你需要映射多少你就这样去改，每次加一行。然后这行是默认时区，这个建议保持不动，这个是给它 root 权限，这个建议也保持不动。这两行是 HTTP 的一个代理，如果不知道怎么用，可以看我在这里发的这些 HTTP 代理相关视频。如果你不知道，那么请你把这两行删掉。如果你知道怎么用，那么你就知道该留还是该删。好的，然后这行是支持硬解的，就是把那个显卡直通给 Docker 这个容器，这一行建议保留。然后这行是自动重启的，有时候 Jellyfin 会自动关掉，然后停止以后我们让它自动再恢复，就这样。然后这行是这个镜像的名字，这个镜像就是如果你跟我视频里用的是同一个镜像，这里就不用改，如果你用的是其他镜像，你这里面的版本或者这个名字就需要改。好，都说完了，我们把这个命令复制过来放到这边。你应该做的就是复制过来，把这几个路径替换进来，把它变成一个可以用的命令。我这边是直接都已经改好的，我就直接复制了就能用。然后接下来我们需要打开的是你的命令行，用 SSH 的方式登录到你的 NAS， 并且切换到 root 用户。如果不知道怎么用，可以看我在这里发的这一集 SSH 的基本教程，这里面都有。然后进来以后很简单，不对，在开始之前还要做一件事，回到你的这个群晖的 DSM 里，打开你的这个 Docker， 把已经在跑的这个老版本的 Jellyfin 给它停止掉。如果你没有老版本，你就不需要做这一步。停止掉以后，就是等于说把这个8099和9099这个端口让出来，否则如果这个容器占用了这个端口，你这个程序是运行不起来的。然后我们这边敲一下回车，好的，出现这一行就代表这个容器已经跑起来了。好的，接下来我们需要做一些简单的操作。我们先回到这个命令第三行，看 2.1、2.2、2.3 和不好意思 2.4。首先我们运行 2.1，2.1 是让你的 Docker 向你展示当前所有的容器，然后在这边你可以看到这个 image 就能找到，或者你看这个名字也能找到。我们把这个 ID 复制下来就行。复制好 ID 以后，回到第二个命令，把 ID 粘在这个地方，然后直接用这个命令来运行。这个命令就是进入到，它为什么多了一点？这个命令的作用就是进入到这个 Docker 容器，你可以把这个 Docker 容器理解成一个小型的电脑，大概是这样。进来以后我们做两个操作，首先这个检查显卡直通有没有成功，输入 2.3 这个命令敲这儿，只要看到这两个输出就是没有问题的，就代表你的显卡是正确的配置了。
然后下面我们要查看一下视频解码的一个列表，复制第 2.4 个命令，在这儿我清一下屏，敲一下回车，然后这边它就会出一串的东西，这个你不需要能看得懂，大概能看得像，这个是 H264，这个是 VC1，然后这个是 JPG， 然后这个是 H1VC， 这些大概是像我这样输出，就代表这些编码都已经是支持的。到目前为止，所有的配置工作和校验工作都已经完成了。OK， 接下来我们尝试进入我们新安装的 Jellyfin。首先是回到浏览器里，输入你 NAS 的地址加8099这个端口，然后敲回车。应该正常的话，你就能直接进来。如果进不来的话，可能会有一个登录界面，需要你选一下服务器就能进来。因为我们刚刚复用了所有的配置和运行参数文件，还记得吗？所以我们做到了一个无缝的一个切换。OK， 我们先来看一下 Jellyfin 新安装的版本。在这边可以看到 10.10.7 这个版本没有任何的问题。我来演示一个简单的视频播放，我们看这个功能是否正常。这里我会打码，是因为版权的问题，跟大家说一下。然后这个视频是可以正常播放的，我把播放信息给它拉出来，在这边可以看到它是直接用了非转码的方式进行了播放。然后接下来我想给大家展示一下转码相关的情况，所以我把这个窗口给它缩小一点。然后我把 NAS 的这个窗口拖到这边，然后把那个运行的这个给它拉过来。这边可以看到 CPU 和内存啊，这样就差不多了。然后在这边稍微有点小啊，这样就可以。然后这边我们把它切换一下码率，我们改一个小码率420。然后这边可以看到它的转码信息已经出来了，然后这边的 CPU 占用CPU 占用也起来了，大概 N5105 这种转码在 35% 左右的一个 CPU 占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OK， 最后我们来做一个比较简单的总结。首先，新版本的体验会好很多。我之前的版本在那个 log 记录里会出现就是重启啊或者什么的，然后新版本我运行了一段时间没有任何的问题，然后时间花费上也很少。你们可以感觉到就是只要把配置文件复制一下，就是无非就是停掉 Docker 容器，然后把新的 Docker 容器跑起来就结束了。然后个人建议是，如果有兴趣或者有需要的，在有时间的情况下都可以尝试做这个升级。然后现在是2025年的9月，大概我们18个月以后可以再一次来聊这个话题，再次给 Jellyfin 做升级。好的，我是 DB， 这就是这一期 Jellyfin 从老版本升级到 10.10.7 版本视频的全部内容。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，请帮忙点赞和转发。如果你有相同的经验想要分享，或者遇到相关问题，欢迎留言。谢谢。